顶级催眠师到底有多恐怖？这个警察发现了2个通缉犯，正准备开枪时，女人开口了。下一秒，警察竟真的按照女人的话，给其他警察发去了消息。而通缉犯正是被老雷逼得逃亡的白哥和黑姐，两人起身就要离开，可这时警察的对讲机里却传来了老雷的声音。果不其然，老雷催眠了一群警察，包围了他们。白哥让黑姐先逃，然后晃动手里的照片引走了老雷。白哥藏到了一处铁轨旁，看着老雷没有发现自己，他当即就朝反方向走去。可下一秒，白哥发现世界正变得慢慢扭曲，一时之间他竟分不清自己是在天上还是地面。而紧接着，白哥回头发现老雷已经出现在自己对面，他的后路也被堵死。老雷控制警察就要朝白哥开枪时，一辆卡车原来是黑姐带着被催眠的警察赶到。半路上，白哥告诉了黑姐自己刚刚看见的铁轨连到天上的奇景。黑姐说这是因为老雷突破了白哥的心理障碍，所以能强迫白哥做他想要的任何行为。但黑姐却不能消除老雷对白哥的联系，因为白哥的心理障碍实在太强大，只有老雷能突破进去。但现在有一个人或许有方法能对付老雷，那就是自己以前的上司。交谈间，两人刚好路过检查站，他们一眼就被交警认了出来。关键时刻，黑姐再次使用催眠术，交警瞬间放过了他们。两人来到了老上司家，老上司听到了敲门声，瞬间精神紧绷，阻止了想开门的妻子，随后警惕地望着门口，他要对方自己推门进来，而进来的只有白哥。可就在这时，上司发现自己妻子竟拿枪指向了他，原来是黑姐利用催眠术潜了进来，而上司真正的妻子被他放进了衣柜，现在正在沙滩上做汉堡。黑姐表明来意后，白哥想知道老雷做这一切究竟想要什么。上司解释是因为一个名为多米诺的项目，是他们制造的用来控制催眠师的工具，甚至是老雷这样的顶级催眠师，而当初老雷想将他占为己有，这样就无人可以制衡他。虽然老雷最后还是被他们抓住，可他调整了自己的心理障碍，让上司他们无法知道老雷用多米诺做了什么。简单来说就是抹除了这段记忆。但6周前老雷的记忆开始恢复，然后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从组织里逃了出来。黑姐猜测肯定是因为老雷抹除记忆前给自己埋下了线索，只要找回这些线索就能恢复记忆，获得更加强大的催眠能力。上司猜测白哥女儿的照片可能就是线索之一，所以老雷才一直追逐他们。上司要白哥把照片给自己看看，可是黑姐却阻止了。她严肃地看着上司，感觉对方不太对劲，而上司也不装了，他直接站了起来。紧接着上司竟变成了老雷，原来两人一进门时就中了他的催眠术。白哥带着逃。他们来到大街上，可路上的行人们也有很多被老雷催眠。这时前方来了一个飞车，白哥果断开枪夺下了摩托，带着黑姐逃着逃着，白哥就发现街道开始停息，紧接着他们就被一辆车子拦住，一旁的房子也在打开。两人弃车而逃，却来到了一个死胡同。一回头，两人已经被老雷带人包围了。他控制警察们举起了枪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黑姐开始用自己的催眠术和老雷进行对抗，而白哥也恶狠狠地盯着对方，想把老雷击毙。没想到下一秒，警卫们直接把枪调转指向了老雷。老雷一脸的不可思议，随即被警卫们带走。而逃过一劫的两人开始复盘。白哥好奇自己为什么能催眠那些警卫，黑姐觉得白哥可能以前也是催眠师，只是忘记了。但白哥现在却没心思研究，他只想找回自己的女儿。黑姐这时想到，她的一位催眠师兼黑客的好友独眼，或许能帮白哥查到女儿的下落。他们来到了独眼住处，表明了来意，对方很愿意帮忙。紧接着他就询问了白哥妻子信息，可没想到资料显示白哥妻子也是一名催眠师，而且在组织里的地位还不低。白哥一脸的难以置信，他和妻子从大学到后来的结婚生子，他从来不知道妻子还有这层身份。难道女儿的失踪和妻子有关吗？晚上白哥做了一个梦，他梦见妻子变成了黑姐模样，随后一眨眼就又变了回来。醒来的他再也睡不着，于是拿走了独眼的密钥，来到电脑前，再次查看妻子的资料。可这次妻子的照片竟然变成了黑姐，白哥难以置信。他拿出手机查看和妻子的结婚照，可这次他的眼前光芒一闪，结婚照上的妻子也变成了黑姐模样。白哥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他输入了上司之前提到的多米诺计划，可搜索到的竟是自己女儿。这一刻，白哥终于明白了整个事情的真相，黑姐就是自己的妻子。而黑姐这时候也醒了过来，走到了白哥身边。原来两人都是同一组织的催眠师，而他们的女儿在催眠上的天赋更是了得。于是组织打算培养他们的女儿，可白哥却觉得组织只是想利用女儿，便偷偷把女儿藏了起来。白哥突然反驳，说自己只是为了保护女儿才这样做。紧接着白哥冷笑着说，既然自己已经知道了真相，就不要再进行无意义的伪装了。而他的话音刚落，周围场景突然改变，在这里他看见了之前遇到过的所有人。